看到福宝已读不回拿捏徐奶爸，才发现财阀小公主回到自己家有多开心。明明宝贝都起身配合姨拍美照了，奶爸喊闺女喊得那么大声，不想回家的福猪猪依旧装听不见。没想到小徐的家庭地位这么低，要知道福宝最近正处于假孕期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奶爸了。为了照顾好身体不舒服的宝贝闺女，小徐不是上山砍竹子，就是陪对方在内舍唠嗑。正因为徐奶爸的全身心爱护，情绪低落的福宝也有了很大的好转。前几天连睡觉都辗转难彻的他，如今能抱着奶爸送来的皮球撒欢，即便下起小雨影响福宝玩耍，他也没有生气，反而躲在树洞里欣赏美景。这满脸治愈的笑容令人心软软，一看就是在爱里长大的小熊。假孕期的他状态都这么好，更别提平日里放飞自我的小福了。当徐奶爸不让闺女打滚时，这小妞满脸真诚听着对方讲话：“不要打滚哈，你去吃了睡，不要吃，走啥子爬都行，爬树也行，不要打滚，听没？”本以为福猪猪是个乖宝宝，结果出门后的他连续打好几个滚，心想小徐你谁呀，管本公主。即便是老徐来内舍看望孩子，福宝也得故意气奶爸。只见宝贝直接把大毛靴塞进水盆里，洗完脚丫后立马转身就走，独留徐奶爸一个人站在原地震惊。这行为像极了吸引家长注意的小孩子。其他熊猫洗澡岁月静好，唯独福猪猪在小水池里跳舞，弄得整个外场都水花四溅。这小妞甚至还学会了熬夜，不仅大白天和隔壁邻居草和和聊天，两个小家伙大半夜也得夜聊，以至于宝贝一出门就呼呼大睡。基地为了熊猫交流才让内舍挨着，也没想到他与草和和会聊得这么热情。福猪猪就是熊猫圈新晋社牛实锤了，况且这小妞还是徐奶爸认证的调皮。我爸爸他有点小调皮，他是比较淑女，他其实也蛮温柔，但有时候也挺疯的，所以说他就说跳脱型。福猪猪之所以会这么开朗，还是因为徐奶爸带来的安全感。当福宝在外场营业，有人不小心将镜头盖掉进外场时，徐奶爸第一时间把闺女喊回内舍哄，还要去外场警告心大的游客。即便只是平日里给宝贝闺女加餐，奶爸也得拿着窝窝头和笋笋去小窗口争取对方的意见。他真的凭实力给了福猪猪满满的尊重，不管是在内舍还是外场，只要小福背靠着栏杆坐下来，奶爸都会帮闺女按摩，早就成了父女俩的默契。难怪都说如今的福宝才是国宝该有的样子。没有流量的大熊猫就活该被遗忘吗？23岁高龄的杨洋至今还滞留在海外。杨洋和龙辉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本以为能在卧龙基地过着一生一世一双雄的幸福生活，只可惜夫妻俩在2003年来到奥地利，开启为期几十年的旅居生涯。要知道，杨洋签署的并不是租借协议，而是以熊猫繁殖为目标的协议。在20多年的时间里，这位英雄妈妈繁育了4胎7只大熊猫，母性极强的她从来不需要饲养员帮忙，每次都是自己动手照顾幼崽，怀里抱着好几个熊猫宝宝，同时喂养孩子都不是什么问题。正当一家几口的生活步入正轨时，龙辉却于2016年因为肿瘤手术，在麻醉期间就已经离开这个世界。而失去丈夫后的杨洋，还是要承担起来繁育种群的责任。因为中澳双方签署的协议还未到期，元芳又要来圆圆成为她的新丈夫。也行是因为俩熊年龄大了，又或许杨洋还没从龙辉去世中走出来，即便他和圆圆朝夕相处也不来电，到现在都没有成功交配再次怀孕产崽。按协议来说，俩熊应该在23年一同回国，可他们至今还留在国外。庆幸的是，奥地利的饲养员对熊猫很好，即便杨洋和圆圆在异国他乡漂泊，却能体会到家里人的关爱。他们是室内环境都是模仿国内的竹林。已经20多岁高龄的杨洋，因为身体硬朗还能积极营业，一看到熟悉的中国面孔，宝贝就忍不住亲自上前打招呼，就连他吃的竹子都来之不易，这可是元芳特意从中国空运而来的。宝贝过23岁生日的时候，奶爸奶妈也会为他准备豪华派对，不仅有漂亮的生日蛋糕，各种横幅更是给了他满满的仪式感。而圆圆同样被奶爸奶妈爱哦。要知道步入老年期的他牙口不好，饲养员就将竹子剪碎，混到金饲料里捏成团子喂给孩子。若不是打心底里喜欢熊猫，饲养员怎么可能对圆圆这么细心？并且元芳还考虑到熊猫喜欢泡澡，连水池都是超大号的，圆圆都能在里面肆意游泳了，看起来比他国内孙女福宝的水池还要大。他们的故事也被更多猫粉看到后，在家里人的呼吁下，杨洋和圆圆终于能在今年回国。虽然没有确定准确的日期，但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网传虫洞外公到了退休年龄，真不敢想象到时候毛孩子会有多不舍。要知道外公从零几年就开始养熊猫，二顺和芒仔都是他带大的孩子，还是个糯米小团子的二顺，被奶爸抱在怀里忍不住害羞捂脸。芒仔小时候也和他深情对望，在大熊猫热度很低的那个年代，虫洞的滚滚们得到的爱意一点也不少，不仅吃喝不愁，还有自己的专属玩具，成年的兰香还能像个孩子般玩摇摇椅。正因为外公对这一代女娃的爱意，也让他爱屋及乌，对外孙们关心备至。外公可是于可于爱的专业陪玩小助手，平日里不是带着于可于爱跑步，
就是帮两小只荡秋千，还得拉着自家小孩向游客介绍。来这鱼爱是老二。这天，于爱被隔壁装修生吓到，独自一熊坐在树上迟迟不肯下来。外公赶忙去安慰对方，像哄孩子般摸摸小手，揉揉脑袋，看向外孙女的眼神更是满脸慈爱。要知道鱼壳已经100多斤，有攻击性，外公还是会不顾危险靠近，会在外孙摔倒时紧急救援，也细心的帮对方按摩，缓解不安的情绪。即便他被大壳子熊扑也不在乎，反而将笋笋留给孩子们，第一时间捡来游客掉落的手机壳。王小五更是被他惯成了撒娇小熊，小家伙一言不合就要抱抱，明明已经一头钻进外公的怀里，却还要抱着对方的大腿，死活不撒手。虽然外公主要负责幼年班的小熊，可他对闺女们的爱一点也没少，只要有空就去陪二顺玩。父女俩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。当他看到二顺在太阳底下吃竹子后，也会细心的将竹子带到阴凉处。难怪顺妈会这么离不开他，对方只是在外场拿着扫把收拾，他的目光也要紧紧跟随。胡外公和芒仔也是亲密的很，他到现在还能近身收猫，足以说明一人一熊猫之间有多信任。只可惜养大2代熊猫的胡外公，也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了白发。从前能单手抱娃的他，如今抱着小外孙芒小五都显得吃力，不免让猫粉担心起外公的退休时间。毕竟他对滚滚的好有目共睹，不论是二顺还是芒小五都很依赖他，不敢想象胡外公有一天离开虫洞后，被他养大的滚滚们会有多么的不舍。幸运的是，熊猫饲养员的可以返聘的，现在照顾美香天天的饲养员就是基地特意叫回来的刘奶妈。相信外公未来也会为滚滚们返聘，毕竟他是真的把熊猫当成自家小孩。直到看见暖暖因思念奶爸伤心到落泪，才发现她在马来西亚真的被宠成了公主。这天，宝贝正趴在木架上睡觉，恍惚间竟然听到曾经的奶爸叫自己名字。惊醒的暖暖四处寻找熟悉的身影，暖暖明白自己是幻听后伤心不已，不由得想起幸福的童年时光，小珍珠也不自觉地流下来。看来父女俩的感情真的很深。大马奶爸对暖暖的宠物绝不亚于福宝在韩国的2位爷爷，明明自己黑不溜秋，却把闺女养得白到发光，这可都是几位造型师奶爸的功劳。并且大马奶爸不论任何场所，都在小心翼翼呵护着毛孩子。暖暖上班期间呼呼大睡的时候，他们非但没有叫醒对方起床营业，还拿来一堆小枕头充当靠垫，生怕小家伙睡得不舒服腰酸背痛。国内的同龄小熊都已经能独立上下班了，暖暖还躺在奶爸的臂弯撒娇，被对方抱着接回家。宝贝不仅上下班有自己的专程校车，就连懒得上班想摆烂的时候，奶爸也很尊重宝贝闺女的想法，宁愿拿着玩偶去外场向粉丝游客道歉，也不会勉强小家伙出门上班。暖暖留学期间还过着饭来张口的生活，奶爸才不管孩子多大的年纪，打从公主能吃笋笋后就剥皮切块，直到对方回国前的最后1日也是如此。宝贝只需要坐在木架上等待开放，奶爸直接将食物送到嘴边。谁敢信这时候的暖暖都已经2岁多了，难怪暖暖回国后连竹笋都不会剥，还是国内的奶妈现教的。只能说大马奶爸宠娃真的有些盲目。要知道暖暖的场地是开放式的，游客和熊猫的距离很近，奶爸担心小孩子大吵大闹，更害怕不良游客乱投喂影响闺女，所以他几乎一整天都陪在小家伙身边，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对方的美梦。或许是因为大马奶爸日复一日的爱护，也让暖暖在异国他乡体会到温暖。宝贝会举起爪爪，满脸傲娇让对方牵，这恃宠而骄的样子，一看就是在爱里长大的。可惜的是，暖暖终究还是要回到自己家。离别那日，大马奶爸悲痛欲绝，明知道小家伙饿不着肚子，却还是要拼命的往车厢塞竹子。虽然暖暖已经回国7年之久，可大马奶爸却关注着宝贝的一举一动，每年的生日都要发视频庆祝，甚至还在今年旅行约定去看孩子。暖暖一开始还在责怪奶爸来得太晚，不是龇牙咧嘴就是装看不见，但他偷看一眼的眼神却藏不住爱意。真希望滚滚们留学后都能遇到这样的饲养员，有他们宠孩子，国内的猫粉们又怎么能不放心呢？移动的大熊猫到底有多像猪？不是胖若泰山，就是一屁股坐死一条蛇。每当有游客好奇萌萌的体重时，徐老爷维护闺女的颜面一问一个不吱声。有些熊猫一上镜就胖，可胖大海却被游客扒出私底下更胖。就连颜值超高的顶流男明星萌兰，也免不了被游客喊胖子。因为奶爸不敢公开孩子的体重，导致北洞滚滚们体重到现在都是个谜团。但毫无意外的是，胖大海绝对是首重。这小子的身材打小就异于常雄，一众黑白团子中突然混进一个庞然大物，显得胖大海格外扎眼。明明都是同龄熊猫，却显得不是一个世界。宝贝长大后的体重更是一路狂飙，奶妈在他都显得格外娇小。毕竟胖大海的懒是出了名的，他平日里主打一个能躺着绝不坐着，其他地方的熊猫吃笋笋都按根，甚至还有切块版本。可这些对于胖大海来说只能塞塞牙缝，奶爸给他加餐都是按筐计算的。而萌兰像个充了气的小猪，他不仅全身肉嘟嘟，就连大脑壳也是圈里数1数2的。胖萌儿仅仅是趴地上过个木架，这小子匍匐前进也得被卡头，小心翼翼的样子看起来偷感十足。当萌兰靠着竹筐开心干饭时，没想到下一秒就出现了大乌龙，这么结实的竹筐都能被他做坏。此时的萌儿也是尴尬的很，
只能假装若无其事的吃起来竹子。尽管这小子每天都在运动，不是玩各种杂技，就是空中一字马，甚至还连起来仰卧起坐，可这些竟然不耽误他日渐圆润。两个胖也就算了，可北洞的熊猫集体发福。萌宝萌玉看起来肥嘟嘟的，乍一看和他们的三哥萌兰没什么区别，更别提肥成球的小白天。这小妞都已经胖到行动不便了，感觉稍微一动弹就累得气喘吁吁，难怪能成为萌兰的未婚妻。要知道花点点因社恐，一开始被养在后院没有展出，即便没受到两脚兽的过多关注，但她依旧被养得白白胖胖，腰上的肉都是里3层外3层，不知道还以为这小妞是萌太后呢。就连去年才回国的丫丫长公主，也从瘦骨嶙峋的样子变成有游泳圈双下巴的圆滚滚熊猫，很难不怀疑北洞的空气里有酵母，毕竟全体滚滚们都逃不过变胖发福。事实上，北洞特产的窝窝头是罪魁祸首，据说饲养员每次都要蒸5个小时以上，不敢想象这个窝窝头有多实在，简直就是两脚兽的超大号压缩饼干。总算明白萌兰养的小鸟为啥胖了，原来是北洞的天时地利人和太滋补。奶爸和小奇迹到底是什么有爱的父子情？王奇迹，王奇迹！听到游客喊王奇迹后，王奶爸这一脸的幸福彻底藏不住了。当小奇迹营业上班的时候，一转头就看到奶爸在不远处守着自己，原本郁郁寡欢的他立马笑开了花。如今的仔仔满心满眼都是奶爸，即便自己还在外场干饭，可宝贝听到对方喊自己的名字后，手里的竹子都不香了。飞奔回家的同时，嘴角还挂着微笑。要知道小奇迹一开始还没那么爱笑，果然是谁养的熊猫像谁，在爱里长大的小熊怎么能不幸福呢？不过这小子偶尔也会大发脾气，或许是因为太爱奶爸了，导致仔仔容不得对方有其他小熊。隔壁邻居紫烟大叔最近过生日，老王经常去帮忙准备蜂蓉和水果蛋糕。小奇迹看到这一幕坐不住了，故意用可怜巴巴的眼神盯着隔壁。奶爸不忍心看到好大人闷闷不乐，为了哄好对方，直接拿来新玩具。小奇迹抱着沙袋别提有多高兴了，难怪都说王奶爸被小奇迹拿捏死死的。他还会想方设法给孩子制造浪漫，不是准备精美的水果串串，就是拿着摄像机默默给宝贝拍照，时时刻刻都要记录下小奇迹的帅照。当小奇迹被院子里的小鸟欺负后，护犊子的奶爸也会第一时间出场，还直接上手帮宝贝解决掉大麻烦。即便小奇迹在外场睡懒觉，奶爸也会用宠溺的夹子音喊孩子吃饭。小奇迹，我起来了。只能说奶爸爱与不爱真的很明显。还记得过年前后那段时间，基地不少工作人员都回家休班，只有王奶爸守在神树坪，冒着风雪也要给好大儿投喂，就连劈开个竹子他也得去门口，用自己的方式陪伴着独自一雄的仔仔。然而奶爸可不是故意营销，一人一熊私下感情也是好到离谱。当小奇迹因为身体不舒服暂停展出时，王奶爸担心孩子无聊，便整日陪着对方在内舍玩，不是疯狂投喂小零食，就是一个劲对着好大儿喃喃细语。难怪小奇迹对奶爸这么依赖，不只是整天监控他，还在上班时间扒拉着门缝，想方设法也要引起亲奶爸的注意。这天小奇迹正靠在墙上干饭，或许是因为太想奶爸了，他居然一步一步挪屁股去小门口，难道是怕老王跑了要死死盯住？父子俩的爱可都是双向奔赴的。小奇迹给饲养员带来快乐，王奶爸也彻底治愈了离家多年的孩子。熊猫圈的阿贝贝到底有多奇葩？第一次见到对轮胎爱不释手的小熊壮壮，在这个赛道上一骑绝尘。身为小女孩的她一点不斯文，成天挎着个轮胎四处晃悠，无论干饭还是爬楼梯睡大觉，都和自己唯一的阿贝贝不离不弃。即便壮壮一不小心摔了个屁股墩，也要在最后一刻勾住轮胎。不懂就问，这是有防腰间盘突出的作用吗？都已经和壮壮公主焊在一起了。要知道女生爱美，熊猫也不例外，很难不怀疑这小妞把轮胎当成银镯子，臭美的同时还能转呼啦圈减肥。估计饲养员拿走闺女的轮胎后，壮壮比扶墙痛哭的芒小五还要伤心。别看振声的名字起的大气十足，可他私底下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宝宝。谁家成年女熊的阿贝贝是块破布，上一秒还想装作一副拽姐的样子，下一秒就抱着自己的阿贝贝撒娇耍赖，还是个小逼嘎的闲闲仔，却对蓝色水桶情有独钟。身为妈宝男的他看到阿贝贝后，竟然叼起来就跑，连奶妈都不香了。而党生将不锈钢盆视为阿贝贝，走到哪里都要带着，就连爬树看个风景也要和对方一起，结果下一秒就摔到地上踢了起来。或许是因为他的阿贝贝结实耐造，党生还时不时来个足球大赛，酣畅淋漓的一脚简直能玩虐中国足坛。党生显然不太爱惜自己的阿贝贝，飞云却是含在嘴里都怕化，上班营业也得抱在怀里小心呵护着，对待小白象比某些宝妈带娃还要认真。不知道的还以为飞云变可人呢，一旦有心怀不轨之熊觊觎阿贝贝，金刚芭比就会重拳出击。只是因为金虎偷走小白象染上气味，他就往门口一趴直接堵住，内心 OS 你有本事就放学别走。福星的阿贝贝绝对是年纪最大的，据说是亲妈粉送给孩子的礼物。这小子从小玩到大，将胖头鱼视为自己的好朋友，即便对方颜色大变样盘包浆也不放手。相比之下，鱼可就有些重口味了，他的阿贝贝竟然是自家老妹的臭脚丫，打从娘胎里出来就盯上了鱼爱。大壳子平日里逮到对方更是不撒口，非要抓着脚脚一顿狂吸。爱姐都被自己的年熊老哥给整无语。
还有栾川的整活男神灵岩，他的阿贝贝绝对是全网最奇葩的。不可移动的水池是他的挚爱，这小子除了吃喝玩乐就是泡澡。胖妍一坐进小水池就放飞自我，不是开心到唱歌，就是在水里疯狂造青团。原来水池阿贝贝是他的灵感来源，而萌兰的阿贝贝却是他得不到的。每次看到奶爸拿梯子，这小子的反应比谁都要兴奋，只是碍于他越狱的前车之鉴，没人敢将梯子放在萌儿的院子里，只能说滚滚们一个比一个会玩。网友们还知道哪些熊猫的阿贝贝呢？小奇迹回国仅半年的状态差距有多大？就连王奶爸都直呼孩子胖若两熊。要减肥，难怪都说回国是毛孩子最好的医美。小奇迹是肉眼可见的横着长了，毕竟宝贝刚到神树平时还是细腰小窄肩，而这半年改变的又何止是身材。仔仔那时候看起来怯生生的，堂堂国宝竟然是一脸的窘相。好在如今的他眼神里充满阳光和自信。其他小熊睡觉时，小奇迹出门拆家，隔壁邻居和奶爸互动时，这小子就化身醋精制造噪音发泄不满。没想到他的脾气也是一天天见长。还记得仔仔从前是很宠粉的，吃个竹子也得坐在游客面前乖乖干饭。可他察觉到国宝身份后，又开始肆无忌惮。平日里不是倒头就睡，就是一下大雨就赶忙往家跑，生怕弄脏自己的熊皮衣。营业时间全由这小子的心情好坏决定。小奇迹性格开朗，颜值飙升的前提还得是饲养员的无底线宠溺，尤其是爱子如命的王奶爸，他早就把仔仔当成自家小孩了。只要听到游客喊王奇迹，老父亲的嘴角是一点也压不住。王奇迹，透过窗。要知道小奇迹出门营业之前，奶爸都会提前一步去外场加餐摆笋子，可他干活期间还心不在焉，生怕仔仔在内舍等得无聊，折返回家拿食物给孩子垫垫肚子，还再三嘱咐挥手示意宝贝摆放在何处。就连小奇迹出外场干饭后，奶爸还舍不得走，一直都在不远处默默看着对方。对于王奶爸来说，守护孩子早就成为习惯，毕竟小奇迹大冬天赖着不走，非要在外场边欣赏雪景边睡觉时，也是他在一旁冒着严寒陪着好伴。即便是小奇迹被游客的声音吓懵，耍小性子的他死活不回去，奶爸也不会强迫孩子，依旧是站在雨中守护着生胖气的仔仔。王奶爸还给宝贝提供了丰富的情绪价值。自从知道孩子经常吃醋后，如今干啥都要提前打报告，开车下班回家得告诉小奇迹，拿得损损窝窝头也要争取对方的意见。狼奶妈也很关心好伴儿，宝贝的丰容玩具全是她亲手做的。天气一热，小奇迹整天喘粗气，奶妈便贴心的在水盆里灌满冰水。只能说她对孩子是更细节的爱，只要恃宠而骄的小奇迹撒泼打滚，狼奶妈就拿着美食安抚对方，还一脸宠溺看着计划得逞的熊孩子干饭。正因为奶爸和奶妈一次又一次纵容，让打小在国外打工的小奇迹体会到温暖。妹飞云才是真正的人间美熊吧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靠颜值大杀四方，毛毛碎碎的胖宝宝拿个小苹果都要保持优雅，还要用大脸巴轻手轻脚的调整位置，一双卡姿兰大眼睛看得人移不开眼。终于明白月熊无数的姨姨们为什么会被飞云的绝美颜值迷倒，好漂亮啊！就连何飞云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奶妈，看到美熊配雪景后也忍不住彩虹屁感叹。哎呀，你漂亮的呀！哎呦我的天呐，飞云呐！不过对于大美云来说，美貌是她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，乖巧的性格才是必杀技。别家小熊下班回家，不是疯狂砸门，就是一溜烟走去，飞云却会特意来到门口争取奶妈同意，允许回家后还不忘看一眼粉丝，像是在说再见，我想回家了，明天见。这小妞很懂得利用美貌营业，就连发呆的样子也是面带着笑容。平日里为了哄姨们开心，还在拍照环节积极看向每个镜头，内心 OS 不白来都不白来哦。其他小熊还在呼呼大睡摸鱼时，飞云都是板板正正坐在木架上吃播，即便他克服不了困意，也会在休息之前撒娇卖萌给游客惊喜，结果萌妹下一秒就进入梦乡。最好笑的是飞云玩个漏食器也得乖乖看向姨们，就像 NPC 触发什么特定任务那般，这倔强的小眼神令人忍俊不禁。当飞云整活完木桩差点砸头时，奶爸忍不住大喊提醒闺女，结果话还没落地，宝贝就乖乖照做。别砸头，别砸头！不说你不行了啊！你不能这么玩啊！都说飞云是熊猫圈的金刚芭比，一言不合胖揍金虎，还一拳头敲坏6把铁，可他却用实际行动证明这些都是谣言。这天飞云鬼鬼祟祟地爬上屋顶，本以为这小妞要干坏事，结果宝贝只是乖乖趴在抱枕上发呆卖萌。谁家不会拆家的乖宝宝性格暴躁，即便他在奶妈同意的情况下撕个纸板，也是那么的斯文和优雅，一看就是集可爱善良美丽于一身的孩子。要知道隔壁的未成年小熊于爱都已经背负好几条鸟命，飞云却对麻雀格外爱护，不仅将自己的零食拱手相让，甚至还把人家抱在怀里当成孩子哄，很难不怀疑飞云想当妈妈。情绪稳定的飞云对玩偶也很有耐心，每天营业都要带着玩具，就连睡觉也得抱着。从小鳄鱼到小飞象还有小熊猫，无论哪一个都被他耐心呵护着。前段时间还因为金虎偷玩具生胖气了，只能说云就是熊猫圈典型的集美貌才华于一身的大美熊。
萌兰究竟有多依赖季奶爸？只要对方陪在身边，就会睡得特别安心。虽然季奶爸早就不是萌萌的专属饲养员，但北洞的内部职位调整却丝毫不影响父子俩的感情。季奶爸还是像以前那般守在宝贝身后，看向对方的眼神是克制不住的爱意。只可惜萌兰没察觉到奶爸的到来，还趴在树上呼呼大睡，不然估计这小子会激动到狂奔过去。季奶爸是北洞最低调的饲养员，他很少面对粉丝的镜头，唯一一次和游客互动还是展示竹笋，力证苛待萌兰未坏损的谣言。而他对孩子的好却是实际行动。要知道天气升温后，熊猫不是下班回家，就是像花花那般待在空调房。一向敬业宠侍萌兰却非要营业，他宁愿待在暴晒的外场也不肯回家。还在其他岗位的奶爸得知后心疼不已，没等到轮班照顾萌兰，就趁休息时间冒着大雨搭建竹屋，只希望大太阳晒不到孩子干饭。还记得萌兰从前很喜欢靠着铁柱子，即便是冬天也要贴贴。一向宠娃的季奶爸担心对方着凉，直接拿毛巾裹得严严实实的，为了方便系绳子还不戴手套。明明自己手指冻得通红也不肯放手，他还是萌萌的忠实观众。宝贝每次整活表演杂技的时候，都有奶爸在一旁加油，难怪这小子越玩越嗨。原来是因为老纪提供的情绪价值。萌兰有段时间脚掌受伤，好不容易痊愈后也变得不愿动弹，季奶爸就坚持每天带毛孩子散步，一整天都在陪伴着好伴。而萌兰也将奶爸视为他的唯一偏爱，只要对方来看望自己，这小子都是第一时间飞奔过去，还要趴在玻璃上和老纪隔空对望。可惜的是季奶爸还在忙其他工作，只能拿着手机给好蛋儿看时间。懂事的萌萌立马放人，还要乖乖的目送对方离开。这枚霸宝熊也将粘人精贯彻到了极致，这小子一看到奶爸就疯狂营业，不是在院子里疯狂打滚，就是爬上木架表演高难度姿势，有时还一把拍向玻璃想要和对方贴贴。奶爸只是休假几天没来照顾他，这小子就心不在焉的，生怕是自己不懂事惹对方生气。等到老纪回北洞上班后，平日里调皮的熊孩子化身乖宝宝，奶爸每走一步他就紧紧跟着。可萌兰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季奶爸会因为黑粉投诉和自己分开，以至于他时隔半个月见到对方后，不顾一切的狂奔过去，隔着铁丝网也要看到奶爸的身影。萌兰和季奶爸才是天下第一好吧，真希望他重新成为萌萌的主管饲养员，小丫头才是江左梅梅的真爱吧。母女俩的关系亲密到互相依偎，小丫头生产前夕阵痛让她难受不已，好在梅奶妈始终在一旁陪着。只见宝贝紧紧抱着饲养员的手臂撒娇，像极了寻求妈妈安慰的大宝宝。对于小丫头来说，奶妈就是最大的安全感。而江左梅梅被压到手麻也没放开，反而温柔地帮闺女按摩，试图缓解小丫头的疼痛。要知道成年大熊猫领地意识很强，何况是即将生娃的小丫头。可她对奶妈却是无条件信任，甚至将小脑壳依靠在对方的肩膀上。有了梅奶妈的耐心守候后，原本烦躁不安的小丫头也逐渐平静下来。宝贝经过好几个小时的挣扎后，这才成功生下仔仔。小丫头看到孩子的那一刻，母性爆棚，她小心翼翼地叼起来幼崽，生怕一不小心误伤对方。正因为太爱，导致宝贝对周围一切都很警惕，即便是奶爸端着盆盆奶头喂，她连看都不看一眼，直接用手挡住，同时还紧紧盯着熊猫宝宝，生怕两位饲养员觊觎自己的孩子。奶爸只能在一旁耐心劝说着闺女，可小丫头主打一个软硬不吃，依旧选择背对饲养员紧紧抱着自家宝贝。为了让生产后的小丫头补充体力，奶爸只能用勺子亲手将食物喂到嘴边，费尽千辛万苦才让新晋宝妈吃上饭。然而小丫头喝完奶后依旧高冷，为保护怀里的熊猫宝宝，她非要抱着自家小孩背对着奶妈。相比之下，梅奶妈就轻松多了，她只是在远处喊了一声闺女的名字，宝贝就立马转身送出怀里的柚子。正因为这份信任，小丫头一点也不担心，心大的她直接不管不顾地吃起来旺仔牛奶。这天小丫头正抱着孩子玩耍，母子俩玩得正开心的时候，被梅奶妈打断。她一看到对方就直接上交孩子，难怪江左梅梅会宠溺地摸闺女脑壳。成为母亲的小丫头，免不了有一些产后的抑郁和焦虑。宝贝和生产前一样不吃不喝，更是懒得动弹，只喜欢躺着思考凶生。梅奶妈得知后，第一时间安慰闺女，不仅拿着竹笋一口又一口喂给对方，还满脸温柔抚摸着孩子的小脸。小丫头就这样在奶妈的怀抱中安心睡去。只能说熊猫和饲养员间的信任真的是用爱来建立的，希望每个毛孩子都能遇到自己的梅奶妈。在大熊猫看到自己喜欢的人，真的会不顾一切狂奔而来。本来还在发呆的思佳，听到不远处传来阮干妈熟悉的声音后，恨不得脚踩风火轮来到对方面前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孩子有多兴奋，并且干妈还总喜欢对闺女踩红屁，一套温柔夹子音的操作下来，思佳都开心到在秋千上打滚揉耳朵。依家，嘿，媽媽呢度啊，嗨，咁叻女啊，打秋千啊，好叻女喎。这才是熊猫对自家人最真实反应。要知道思佳的童年坎坷，是阮女士的帮助让毛孩子苦尽甘来，难怪宝贝和干妈的关系这么亲密。都知道萌兰性情温和，喜欢亲人，可她面对自己的饲养员更是个乖宝宝。季奶爸只是路过一下外场，
梦儿也要第一时间来到对方面前，隔着玻璃也要贴贴，用行动证明他对奶爸的浓浓爱意。可萌兰看到奶爸拿出手机后，就猜到对方有事要忙，乖巧懂事的他便主动放老纪离开。贤贤仔和奶妈的互动温馨无比，可我们不知道的是，容妈还有个照顾多年的心上熊。当她去看望翠翠时，一声呼唤就能让对方立马回头。翠翠，翠翠，在。这样扭过头来看哦。翠翠明显认出来曾经的饲养员，不然她也不会迎着烈日靠近奶妈。哎呀，你不用下来啊，好热。早些我不喊你了嘛。还有熊猫圈的顶级话痨金虎，这小子不仅对饲养员事事有回应，得知奶妈要下班离开后，宝贝为挽留对方急得嘤嘤叫撒娇。金虎，好，拜拜。哦，你知道我要走了。而最令人感动的还得是丫丫和王奶爸。那时的长公主还在异国他乡，听到时隔多年的那一声丫头后，宝贝是满脸的不敢相信，却又迫不及待。丫头。同样和饲养员许久未见的还有飞鱼。小白奶爸离职后思念万分，忍不住买票来看望宝贝闺女。萌妹听到奶爸叫自己的那一刻瞬间呆滞，满眼的爱意足以证明父女俩的感情。虽然饲养员和熊猫的互动温暖又治愈，可他们却不奢求孩子记得自己，只要毛孩子们能够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就好。我觉得应该不会记得吧？为什么要让他记得呢？对吧？这句话足以证明国内饲养员有多负责，毕竟熊猫好才是真的好，向来不是自我感动式的煽情。最强编制熊高高都32岁了还是奶乎乎，难怪当年他步行400公里也要回基地。你每次你给我踩到地上到处是。对于年龄比自己还大的高老爷，奶爸再生气也不敢教育他老人家。一人一熊见面之前，实习奶爸还胆战心惊，本以为对方高大威猛，哪曾想康养区年纪最大的高高，居然会是个奶里奶气的乖宝宝。当时看到的时候就很惊讶，我说啊，这是高高吗？就觉得应该可能更高大威猛一点，但是没想到真正见面的时候。而这小子不仅长得显小，就连性格也是活泼开朗大男孩。当饲养员在一旁配药时，一大把年纪的高高还要竖着耳朵偷听，这状态和3岁小孩有什么区别？他的药就是量比较多，降血压的。哦，他现在是高血压。这种是心血管的啊，对吧？这个是维生素，他的一般的问题就是这些。哎呀，从几只吗？最好笑的是高老爷至今改不了挑食，一饿肚子就开始咩咩叫。奶爸好心给他递上来竹子垫肚子，这小子为拿捏对方竟然直接乱踩一通，奶爸只好马不停蹄的赶来送竹竿。没想到高高还装起来了，上一秒还没喂口，下一秒就打脸自己。你太过分了！来嘛，可以不？满意不？看着人家不满意。只能说高高真正印证了那句话，男人至死是少年，熊猫也不例外。事实上，高老爷打小就不是一般的孩子，原本是野生熊猫的他跟着妈妈生活，可惜半岁的时候和对方走散，成了没妈的小可怜，吃不饱穿不暖，还被野兽攻击咬掉耳朵，只能半夜下山偷偷去村民家吃自助餐，到最后还是饲养员老杨奶爸将孩子带回基地救助，短短1年就将高高养成了充气气球。不过野外才是大熊猫真正的家园，奶爸整日带着孩子训练，只是为了对方能早点回家。可高高早就习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，你不上去人家吃掉你在这里。奶爸也是没有办法了，只好带着好大儿去山里锻炼。高高误以为自己要被抛弃，往地上一坐还耍起来犟种脾气，后来强行放归高高2次，都是这小家伙自己跑回基地。第3次杨奶爸将他放归4000公里外，可这也不耽误孩子的归家之路。眼见好大儿彻底赖着不走，杨奶爸只能让高高留下来混上铁饭碗，可对方却成了记仇的小朋友，3次抛弃换来30年的不原谅。现在应该是老杨了。谁能比得上高高的传奇熊生？从小到大都是奶乎乎的搞笑男。熊猫在奶爸奶妈眼里都是熊中龙凤，果然自己养的孩子怎么看怎么稀罕。你加油！加油的助力。明明是仔仔大晚上不睡觉拆家，搞得家里一片狼藉，到奶爸口里却成了奥运健儿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身为体操王子的小奇迹，要为国出征拿下金牌呢。不得不说，王奶爸的爱有些过于盲目了。新安奶爸也是夸孩子赛道上的王者，闺女是肉眼可见的横着长。评论区的网友们都忍不住吐槽，可他却主打一个眼不见心为净，还得变着法哄孩子是个标准大美熊。说胖肯定是不行的，但是长得平心而论的话，也不算瘦啊，就是最标准的大美熊。要知道金虎是个话痨，还能听懂人话，奶妈就喜欢对着好蛋夸夸，一顿操作下来都乐得大胡子找不到北。你看吧，大虎多乖呀！学业有成，我是高材生，我们是特招，我们要上清华北大就得是特招。难怪这小子到现在找不到对象，原来是奶妈给孩子夸得得意忘形了。不过有些熊猫被夸理所当然，比如熊猫圈的顶流女明星福猪猪，有天使的脸蛋超模身材的她，
回国后没多久就彻底征服徐奶爸。漂亮，比那就乖了你。同为顶流的花局长也是如此，不仅每天接受粉丝姨姨们的彩虹屁，还被自己的谭爷爷捧上了天。从没见过哪个饲养员拉着游客去拍自家小孩。花花脸是好看，找这个嘛，找荷花公，你的看脸好看。就连基地幼儿园的保安大叔也被花花迷得神魂颠倒，夸起来毛孩子的屁股都是一套一套的。那个花花的屁股那是不一样的屁股，它是熊猫，它是国宝，它是熊猫屁股，国宝屁股，并且花花还是旺，那就是旺熊猫国宝的屁股哟。都知道飞云是熊猫圈的大美女，可奶妈夸起来自家闺女属实有些夸张，这家子音都把大美云给听妈了。哎呀，你漂亮的呀！哎呦我的天呐，飞云呐！哎呀，你好漂亮！哦，而萌安绝对是熊猫圈唯一被夸漂亮的男熊，不仅仅是北洞的团宠，这小子打小就靠美色征服美奶妈。我最喜欢我萌萌仔，萌三好乖的，脸好圆的，这一届里面脸最圆的吧。只能说自己养大的孩子没有不好看的，饲养员对滚滚们全都是爱意满满。